就在今年，新加坡在全球最佳留学国家排名中跃升到第5位，挤进了美国、瑞士、德国和荷兰这几个传统留学强国之间。在覆盖200多个国家、4万多名学生的调查里，新加坡的大学排名指标冲到全球第3，仅次于美国和英国，实现职业目标也排到第6。这个排名看的不只是学术，还包括文化适应、生活体验和职业衔接。新加坡能在亚洲国家里第一个冲到这么靠前的位置，说明它已经不只是区域跳板，而是被全球学生当成一个值得单独选择的终点。今天我们不聊空泛排名，只讲一件事：为什么到了现在，新加坡会成为亚洲最值得认真评估的留学目的地之一？我们先看一个公开信息 ，educations.com 发布的2026全球最佳留学国家排名里，新加坡排在第5，而且是亚洲表现最突出的目的地之一。但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个名次，其实会错过真正重要的变化。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家庭认真看新加坡，背后的原因不是跟风，而是决策逻辑变了。今天家长做留学判断，已经不是一句能去英美就去英美这么简单，大家会算4笔账：安全、距离、总成本、毕业后的出口。家长不是不愿意为教育花钱，而是不愿意花一大笔钱，最后却只买到一张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兑现难度很高的文凭。英国有世界级大学，这一点没人否认，但学费、生活费加上毕业后的竞争压力，会让很多家庭重新掂量。加拿大过去吸引力很强，但签证、住房、就业市场的焦虑仍然在上升。新加坡不是最便宜，也不是最轻松的地方，竞争甚至相当强，但它刚好踩中了今天家长最在意的4个点：安全感高、距离近、预算相对可控。最关键的是，教育和就业之间的连接更紧。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价值，因为真正难的不是选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国家，而是选一个更容易接住孩子未来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谈一个家长最关心的问题：到底哪个国家更值？我们先把话说完整。英国和加拿大都不是没有好学校，也不是没有机会。问题不在于他们好不好，而在于对越来越多普通家庭来说，这2条路现在更难算。英国的问题，很多家长其实已经感受到了，学校强、品牌硬，这都没问题。尤其商科、金融、传媒、法律这些方向，英国一直很有吸引力。但生活成本居高不下，学业上1年制硕士看上去省时间，可适应环境、建立人脉、找实习、求职准备全都被压缩，孩子刚适应课程就快结束了。对目标明确、自驱力强的学生不是问题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这种高成本、短窗口、高强度的组合本身就是风险。加拿大过去受欢迎，是因为它曾经给人更温和、更友好、机会更多的感觉。但这几年国际学生政策、住房压力、就业市场吸纳能力的讨论越来越多，原先的优势也就被放在一边了。因为家长最怕的不是某一项变差，而是变量越来越多。原本以为是一条相对稳定的路，结果中间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。再看新加坡，它当然不便宜，尤其生活成本不低，但优势在于投入和结果之间的误差相对更小，距离近。对亚洲家庭来说，探望成本和应急成本都低，路径相对清楚，课程、实习、就业衔接不太容易被过度包装，产业集中度高，学生接触企业岗位的机会也更密。新加坡本身是亚洲重要的金融、商业、科技和供应链节点，很多专业的职业起点不只局限在本地，还能辐射整个区域。英国跌出前5，加拿大掉榜不是他们突然失去价值，而是市场开始更诚实地评估风险了。新加坡教育被推上来也不是没有缺点，但在今天这个环境里，它更像一笔算得过来的教育投资。讲到这里，我一定要补上一句更重要的话：新加坡教育很好，但它绝对不是所有孩子的标准答案，因为它的优势本身就带着门槛，它节奏快，要求高，竞争感真实，而且结果导向很强。对适合的学生来说，这是加速器；对不适合的学生来说，可能就是持续消耗。
我认为它更适合3类家庭。第一类，目标比较明确的家庭，尤其是孩子已经大致知道自己想往计算机、工程、数据、金融、生命科学、商科分析这些方向走。因为新加坡教育最强的地方，就是把专业训练和职业出口连得很紧，方向越清楚，收益通常越明显。第二类，重视教育的家庭，不是只看钱，而是知道家庭资源有限，不能无限试错。对这类家长来说，新加坡的优势很现实，离家近，安全感高，路径相对清楚，出现问题时家庭也能更快介入，整体可管理性更强。你不需要隔着很大的时差去猜孩子在另一个大陆到底适应的怎么样。第三类，孩子执行力和抗压能力不错。新加坡的学习环境并不松，课程、项目、实习安排往往都很密。如果孩子本身自律，反应快，适应能力强，这种环境会把成长速度推得很快。但如果孩子更需要慢热，更需要长时间探索自己，那他在这里未必会舒服。反过来，哪些情况要谨慎？第一，只想拿一张海外文凭，觉得新加坡离家近，英文环境熟悉，应该会比较轻松，这是误判。新加坡不是轻松路线。第二，专业方向非常模糊，却希望靠留学自然找到答案。这里不是不能探索，但整体上并不是一个允许长期漂浮的环境。你越晚明确方向，试错成本越高。第三，孩子目前心理承压能力比较弱，而家庭期待又很高，这种组合要特别小心。因为周围同学普遍节奏快，能力强，如果孩子没有准备好，家长又持续施压，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。所以家长做决策时，真的不要只看学校名字，至少要看4件事：专业是不是对路，课程有没有实习和企业连接，毕业后的行业出口是否清晰，孩子的性格和学习方式是否匹配。新加坡教育不是让每个孩子都赢得轻松，而是让适合这套体系的孩子赢得更有把握。所以回到今天最核心的问题，新加坡凭什么成为亚洲第1留学目的地之一？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不是因为它最会包装，也不是因为它没有缺点，而是因为在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时代，它给了家长一个更稀缺的东西：可判断、可规划、可落地。新加坡教育真正值钱的地方，不是让孩子看起来像留学生，而是更有机会让孩子在毕业之后真正站上职业起点。它当然不适合所有人，但对那些目标明确、重视回报，也愿意面对竞争的家庭来说，它确实值得被放到更靠前的位置。如果今天你只记住一句话，我希望是这句：好的留学不是最体面，而是最匹配；不是最会讲故事，而是最能把孩子稳稳送到下一站。如果你想看下一期，我可以继续讲2个话题：第一，新加坡留学最值得关注的专业方向；第二，本地家长怎么判断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出国。你更想先看哪一个？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有数据、有判断，也有现实感的教育内容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